短发少年，别做题了，把这壶鸡汤给你爸送到工坊去。啊，我这道题还剩最后一步。什么时候都能做，你爸的胃可不能等。行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车钱在鞋柜上，别省，做直达的。别在路上磨蹭，早点回来复习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，别一边走一边看书。知道了。完了，下一班要20分钟后。走过去吧，正好当热身了。爸之前总说我缺乏锻炼，这下没话说了。检测到宿主危机应激反应达标，生命体征稳定，神经系统正式激活，灵能奖已发放至系统空间，请速秀查收。谁在说话？这是……有了这个玩家侦察机，爸，您的爱心补给到了，妈亲手炖的，我一路跑过来的，一滴没洒。师傅，你这孩子跑这么急做什么？跟后面有5道妖兽追你似的。还有几天就考试了，别把自己搞得太累。没有锻炼身体呢。妈说您中午又凑合了，让您先喝汤。我去后面看看。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能饿着自己？马上就到，就在这里。老伙计，
你的苦日子到头了。爸，我借用一下工坊，晚饭不用等我了。咔嗒。结构强度至少提升了40%，重量反而减轻了12%，这才是它该有的样子。老伙计，辛苦你一次。等这架飞机飞起来了，我给你换台新的。编译通过，零错误，零警告。神级灵文编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走吧，该让你见见天空了。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爸，您忙您的，我去后院试试机器。那什么，孩子从小就好这口，见笑了。那是你儿子做的，看着不简单啊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？嗯，这动静，你用了什么核心？这不是我库存里的东西。悬停这么稳，你那个程序自己写的？你干什么？受损评估完成，核心故障原因：动力核心灵能电老化，高负荷情况下浮过大短路，可修复零件147件，需更换89秒，整前分析时长16秒。
没事吧？小问题，动力核心的电容老化了，换几个新的就行。先顾好你的考试吧，这才是眼下最大的事。这东西考完了随便你折腾。这道题答案到底是什么？我解了半天，算出来3个不同答案。黑发少年，快出来解题，让大神解题，大神一定能算出来。设灵能矩阵为 a， 其特征值 λ 满足方程，展开得 λ3次方减6 λ 平方加11 λ 减6等于0，解得 λ 等于1、2、3，然后代入求特征向量。琳琳，明天就考试了，早点睡，别熬太晚。知道了，妈，马上睡。快来吃早饭，多吃点儿，考试肥脑子。粥要喝完，鸡蛋也要吃，营养跟不上可不行。妈，您这是把我当猪喂呢？这么多我哪吃得完？都放好了，别折了。知道了，妈。它放在书包最里层的口袋里，拉链拉好，千万别弄丢了。妈，您都检查第8遍了。五考一辈子就一次，马虎不得。吃好了吗？我送你。爸妈，你们别紧张，我都不紧张。好好考，别紧张。考什么样都行，妈都高兴。你平时的水平，拿个好成绩没问题。你们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文具带齐了吗？准考证仔细检查，别紧张。进去后听清楚题目，慢慢来。你们回去吧，考完我自己回去。好好考，别紧张。中午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妈，您别忙了，我随便吃点就行。那好吧。
终于考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最后一道大题有点悬。我也是，时间根本不够用，头疼死了，感觉整个人都空了。黑发少年，你觉得难不难？最后一道灵文大题你用了什么思路？你肯定做出来了吧？还行吧，不是特别难。这题绕得我头都晕了，你们看这道题像不像个圈套？是啊，太折磨人了。就是啊，还说当然不难。你知道我们考场有多少人被那道题卡住了吗？交卷的时候脸都绿了。今天课上的怎么样？走吧，外面天气正好。明天有空吗？一起复习吧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不可能吧？我试了3次都没解开。看这里，从核心阵眼反推就行了。原来如此，厉害！这道题我有思路了。你看这个草图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里叫考虑对称性。对，这样就通了，太棒了。文化课结束了，明天还有实操考核，但那对他来说更不是问题。4分钟42秒，满分。首先恭喜你完成5考，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，以及预估一下自己的分数？谢谢，我叫李明，来自北方，分数估计在85分左右。我叫康林，海大附中考生，预估分数的话，735分以上吧。太厉害了！那你觉得自己能排在什么5科榜首？信心有吧？模考我基本稳定在710以上，这次发挥的比模考好，问题不大。5科榜首是他说拿就能拿的，他就是黑发校服少年，海大附中的那个，模考一直是全市前3，灵能编程大赛1等奖也是他。很多考生考完都很紧张，担心发挥不好。我看你好像特别放松，你是属于那种学霸型的考生吗？看着不像学霸，考起来不像学渣。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对下一届考生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熬夜，多做题，别紧张，该是你的，跑不掉。模考我基本稳定在710以上，这次发挥的比模考好，所以榜首问题不大。看着不像学霸，
考起来不像学渣。臭小子，让你低调点儿。你当好的记者的面说要拿榜首，还问题不大。你知不知道这话是做人盯着你？模考我就是全市第一，武考凭什么不能拿榜首？行了行了，儿子考完了，让他好好吃顿饭。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妈，这肉太好吃了，我得多吃2碗饭。吃吃吃，管够。这孩子考完了也不出去玩。他要是能跟平时一样，那才是真本事。考试之前不紧张，考完之后不浮躁，这种心态，多少人一辈子都学不会。这孩子真是……这位考生的录估成绩，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武考成绩将于2周后公布。接下来是下一条新闻。这届网友是真的无聊，什么都能玩出花来。琳琳，江宇问你要不要一起去毕业旅行？不去，没空。考完了你还没空？你整天在家干嘛呢？家的孩子考完都出去疯玩，你倒好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。学习？你考完了还学？你不是说武考结束了就放松吗？我说的是武考结束了，不提前学，到时候跟不上。武学府的课业压力很大的，我可不想去了就垫。学归学，别忘了吃水果。谢谢妈。灵能锦囊开启成功。终极灵纹刻印，这简直是给我的侦察机量身定做的技能。你今天不出门，你考完了就不能干点别的？妈，那不是零件堆，那是我的实验室。实验室？你爸那破地方也能叫实验室？以后会是的。5万灵币，你爸让我转交的，说是给你毕业旅行的经费。江瑜他们组了个团，去南边的灵能度假区，你也跟着去吧，散散心。妈，我不去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事比毕业旅行还重要？造飞机。我走了，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。5万我用来买材料了，比旅行值。中级就这么强了，那高级还得了？完工，明天试飞。检测到宿主武考已完成，进入新阶段。灵能锦囊冷却时间已重置，可再次开启。灵能锦囊开启成功，获得完美5言诗技能。这也太强了吧！今天怎么搞到这么晚？你妈该着急了。爸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说。您给我的那5万灵币，我用来买材料了。我还需要买一批高精度的灵纹刻印工具，还有一些特种灵能合金材料。
大概还需要10万左右。你到底在做什么？那架小飞机至于花这么多钱吗？那不是小飞机，那是一台真正的灵能飞行器，翼展1.5米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0公里。你哪来的这些技术？从网上学的。网上什么都有，只要肯花时间学。12万够不够？够了，谢谢爸。你要是没那个本事，我也不会给你这个钱。但是，你妈那边你自己跟她解释。不是走火入魔了？你爸那个工房就是个小破地方，你在里面折腾什么？对灵能机械感兴趣，等上了大学，有的是实验室和设备给你用。你现在花这么多钱值吗？妈，您听我说，做的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那是一台真正的灵能飞行器，它涉及到灵能动力学，而且比坐在教室里听课学得快得多。妈，您等着看就是了。行吧，你爱折腾就折腾。但是有一条，别耽误学业。青武学府的录取通知书还没到手呢，你别飘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有数。这些东西不便宜吧？你哪来的钱？妈给我的零花钱，加上我之前攒的奖学金。你妈要是知道你把钱都花在这上面，非打断你的腿不可。所以您别告诉她啊。灵能侦察机升级版评估完成，灵能预启动效率提升35%，控制系统反应速度建议进行实飞测试。这才刚刚开始。好样的！
这才是真正的灵能侦察机。不行，工坊的设备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要求。哎，尺寸有问题。对，公差数据紧急核实。全部采用最高精度加工，公差控制在正负0.005毫米以内，材料用你们最好的灵能合金，钱不是问题。好的，7天交货。小伙子，吃饭了。小伙子，该吃饭了，别太累着。起飞的日子不远了。开始测试，执行校准程序，检测波形，数据稳定。各位观众，苍兰城5考成绩已于今日上午10时正式公布。据武道联盟考试院发布的数据，今年苍兰城5科最高分为747分，由1名考生获得，成为今年苍兰城搭之无愧的5科榜首。老康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747，各科满分？你没听错，各科满分747。这个臭小子，放榜了他不看手机的吗？妈，什么事儿？我正在调试灵纹回路，快成功了。你知不知道今天5考放榜？放榜了？今天吗？你现在就回来，不许找任何借口，听见没有？这是命令。妈，我再调半个小时。好。你知不知道你考了多少分？747。747，全市第1。
你知不知道你各科都是满分？我猜的。你再说一遍。作文也是满分，那倒是有点意外。你还敢笑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奖学金12万也归我保管，你不许再去攻防，至少这个星期不许去。妈，你别叫我妈，你考了全市第一，你自己都不在乎的吗？人家的孩子考好了，又是庆祝又是旅游，你倒好，连成绩都懒得查。你让我这个当妈的怎么想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晚回来的。最近项目到了最关键的研发阶段，我一投入就抱歉让您担心了。拿到这个分数，因为它和我的侦察机有关，这涉及很多知识，我会认真解释给你听。简单来说，它代表了我的努力成果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大家心平气和的谈谈，没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。妈，谢谢您，真的。要不是您和我爸支持我，我不可能有今天。你这个孩子，就是不让人省心。不造飞机，去考驾照。来了来了，别敲了。请问这里是灰 T 少年家吗？是的，您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青武学府招生办主任，冒昧来访，是想当面和这位同学聊一聊。青武学府联盟排名前3的顶尖武科学府，灵文科学与工程学院更是全国第一，无数武科考生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两位老师，请进。黑发少年，恭喜你获得苍兰城武科榜首。青武学府诚挚邀请你加入。北武学府也是，全额奖学金、导师直选、科研经费支持。这什么情况？都是来抢你儿子的。青武学府的灵文科学与工程学院，全国排名第1的灵文刻印专业，拥有3位武研院士，实验室设备国际领先。我们学院的逻辑严密，视野开阔，远超同龄人水平。灵能侦察机项目采用了最新的量子通信技术，它将彻底改变未来的空中侦察方式。我们应该采取更开放的培养思路，打破常规，拥抱创新。课程设置更灵活，培养路径也更开放。你拿过灵能编程大赛1等奖，这样的背景在这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。在这里，你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我们开始吧，请大家保持冷静。来这里，你不仅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武科研人员，更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少年同学，大武学府的科研经费全国第1，只要你来，我们可以在你入学第1年就给你配备独立的实验室和科研助理。你的侦察机项目，我们可以提供50万灵币的启动资金。谢谢各位老师的厚爱，我需要和父母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。当然，这是大事，应该慎重考虑。同学，我建议你进灵文学院，今年只有3个特招名额，先到先得。北武学府也是。爸妈，你们别担心了，我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，我能处理好的。怎么能不操心？这可是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大事。啊，我18岁了，
该自己做决定了。你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再见。班级群已经炸了，747，各科满分。我需要静一静。他到底想要什么？5科机械，那是他最初的方向，造飞机、造车、造各种灵能载具，有意思，但不够。灵纹刻印，这是他通过系统获得的新方向，更偏底层技术。选择了这个，就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组装工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。灵纹刻印是所有灵能设备的基础，有了灵纹刻印，他就能从最底层开始，设计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灵能系统，不受任何人的限制。而青武学府的灵纹科学与工程学院，是这条路径最好的起点。爸妈，我决定了，青武学府灵纹科学与工程学院。不是北武，北武的机械专业不是更好吗？机械是外壳，灵纹才是灵魂。我想学的是最核心的东西。你自己的路自己走，爸支持你。行吧，你从小就主意正，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，离家也不算太远。陈老师，我决定选择青武学府灵纹科学与工程学院。他的心中一个新的目标正在成型，不是考高分，不是上名校，而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业帝国。元能工业，这将是他的起点。你快出来看！朋友们，武道考试放榜第2天，苍兰城榜首灰衣少年引发持续关注。妈，这有什么好叫的？昨天不是知道了吗？儿子，快来看这个新闻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满分作文呢。同学，我们是苍兰武道周刊的记者，想对你做一个专访，方便吗？那你有什么备考心得？多做真题，未来有什么规划？想考个好大学，继续深造。成绩这么优秀，为什么选择青武学府的灵纹学院，而不是其他学府的机械专业？因为我觉得灵纹是灵能设备的核心，没有好的灵纹，再好的机械也只是个壳子。我想学最核心的东西。未来的职业有什么规划吗？我想造一些东西，一些以前没有人造过的东西。你详细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但还有一些疑点需要澄清。9月，再见。747，断层第一，厉害厉害。谢谢。你怎么样？693，全省前50，我选的人大武法学院。哇，人大武法很牛的。同学都考得很好啊，有个同学考了680，去了科武学府，还有个同学他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不用担心。挺好的，各有各的路。什么时候请客？全班就你考得最好，不请客说不过去吧？行，你们定时间。这火锅太香了，是吧？我就说这家店棒。来来，大家多吃点。同学们，敬我们最后的相聚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没什么，就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？你模考就710了，这叫运气好？那可能是实力也有一点。
你说实话，你到底怎么学的？给我们传授经验。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把学习当成一种乐趣。你如果觉得做题是受罪，那你就永远做不好。如果觉得攻克一道难题是一种享受，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学得好。问题是做不到啊。从你喜欢的东西开始，比如我喜欢灵能机械，我就从灵能机械入手，学物理，学数学，学灵文编程。当你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去学习的时候，效率会高很多。你那个侦察机是不是就是这么搞出来的？对。我看网上有人说是灵能飞行器，真的假的？你快说说，到底是不是啊？以后你们会看到的。你们去吧。又去工坊？你这个人除了工坊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吗？有。哪里？轻武学府的实验室。回来啦，玩得开心吗？还行。妈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说。我明天要去轻武城。去轻武城？干嘛去？我想在轻武学府附近租个房子，方便做研究。你还没入学呢，就想着在外面租房子，不住宿舍？你那个侦察机到底要搞到什么程度？妈，我不只是想搞侦察机，我想造车，灵能超跑。你爸说的对，你主意正，我说什么也没用。行吧，你去吧。但是有一条，注意安全，别把自己搞得太累。谢谢妈。元能超跑第一台，一定要惊艳所有人。吃面，你妈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问你吃了没有。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吃。波形稳定了，你现在就吃。你妈说了，要是你面凉了还没吃，她就要亲自来工坊盯着你吃。儿子，你现在可是名人了，网上到处都是你的新闻。什么名人？我就是个学生。你那个社交账号粉丝都50多万了，粉丝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性格随你妈，什么都看得淡。爸，您别在这儿坐着了，去忙您的吧，我这还得几个小时呢。灵文系统搞定。你回来了，过来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轻武学府的人又来了，这次不是招生办的，是灵文学院的。我知道，老师跟我说了。
还有北武学府，他们的人也来了，承诺入学后直接给你配备独立的实验室。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青武。我知道你决定了，你不再考虑考虑？妈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我的灵文学院全国第一不是机械，北武的机械专业再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行，你说了算。那我明天给北武的人回话，就说你已经有选择了。谢谢妈。谢什么谢？你是我儿子，我不支持你支持谁？对了，那个女孩今天打电话来了，她说她也考上清武了，法学院。他可说什么了吗？她说恭喜你考了第一，还说开学后清武见。哦，孩子啊，在感情上怎么就不开窍呢？啊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回房间了。你紧张吗？全校师生都看着呢。你就当他们不存在，只看主席台。你这办法跟没说一样。白衬衫眼镜男，你说校长会不会点名表扬我？我考了680，全校前10呢。会的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五考表彰大会，表彰在本次五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。首先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今年苍兰城5科榜首、全省第一、总分700眼镜少年同学。同学不仅总分第一，而且各科全部满分，作文也被评为满分作文，祝贺白衬衫少年！现在我宣布表彰名单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，勇攀高峰。你是海大附中的骄傲，到了清武，好好学，别给母校丢脸。好好保管，这是对你的认可。校长放心，我不会的。学长，等等我们！学长，你讲的太棒了。对啊，能教教我们吗？我们想学你的方法。好啊。康林学长，你是怎么考到满分的？有什么秘诀吗？学长，你的作文是怎么写的？能不能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看？学长，你那个灵能侦察机是真的吗？能飞多高？太酷了，能带我们看看吗？学长，这个问题怎么理解？换个角度看就清楚了。那下一步怎么做？先复习基础，再深入。是白衬衫少年3年了，3年来，白衬衫少年一直是这个样子。恭喜你获奖！谢谢。蓝裙女孩，晚上一起去吃饭，我请客。行啊，叫上白衬衫眼镜男。他肯定不去，他那个侦察机还没弄完呢。也得叫，他不去是他的事，不叫是我们的事。报红牌的请客。行，正好我也有些事要跟你们说。人好多啊，终于散场了。是啊，累了。走吧，去吃饭。哇，好香！趁热吃吧。不管考得好不好，我们都熬过来了。毕业了，咱们一起去清武闯闯。好啊，我也想去北武试试。那边的课程很适合我们呢。本地5科学院不错，艺术院也不错啊。对，那就多了解。
你说有事儿要跟我们说，什么事啊？是有点事儿。我那个侦察机快完成了，真的能飞了，能飞了！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，零件精度不够，需要找外协加工。已经找到了一家精密加工厂，正在加工核心部件。灵能飞行器不是玩具，操作不当会有危险，到时候你们听我指挥，不要乱跑。没问题。你那个侦察机到底有多大？一展3米，机身长度2.5米，总重约1吨。一吨？那不是跟一辆小灵能车差不多重了？差不多。啊！你一个人做的？是我做的，零件大部分是外协加工的，组装和调试是我自己完成的。你还是人吗？我不是人是什么？妖兽吗？我跟你们说这些不是炫耀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以后可以来我的公司上班。还没注册，但我有计划，我要做灵能超跑。你说什么？灵能超跑？基于侦察机的引擎技术，开发一款高性能灵能超跑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种性能的车，全世界都没几款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做。但这太难了吧？难才有意思，简单的事谁都能做。如果你真的做出来了，我第一个买。那车不便宜。我贷款。但笑完之后会想同一件事，也许眼镜白衬衫少年真的能做到。大概20公斤，小心点，别磕着。知道了。放稳了。眼镜少年，你以前干过装配工吗？这手法也太专业了吧！我爸的工坊就是我的实习基地。你爸这工坊虽然旧了点儿，但东西还挺全的。这架子上的零件好多，种类齐全，每台机器都有故事，佩服你爸的收藏。很多设备都是20年前的老古董了，精度不够，所以我才会把核心零件拿出去加工。以后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靠外协加工吧？我要有自己的工厂，我要建一个完整的灵能工业体系。他们知道他不是在吹牛，这个18岁的少年说到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。体结构完成，明天做灵纹系统的最后调试，后天试飞。后天这么快？零件精度够了，组装就快。太好了，我早就想看了。后天试飞，你们都来，但有一条，听我指挥，我说趴下，你们就立刻趴下。听明白了吗？好，后天早上8点在这里集合，不要迟到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有零件都到位了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今天一定要把它装完。
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不知道，我也很惊讶。不知道，我6点50到的，他已经在了。他该不会昨晚就没回去吧？还没装完？快了，动力核心和灵能翼都装好了，现在在装灵纹系统。他真的很专注。他一直这样，做起事来什么都忘了。灵纹系统完成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7点半。来的正好，帮我搭把手。最后一步，装外壳。固定件来了。很好，扣紧，节奏加快。这真的是你一个人做的？设计是我做的，零件是外协加工的，组装是我和你们一起完成的。这些灵纹是你自己刻的？嗯。你什么时候学的灵纹刻印？自学的，网上有教程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本事？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测试昨天已经做过了，所有数据正常。先做最后的功能测试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明天就去城外试飞。去哪儿试飞？城外有个废弃的武道练车场，场地够大，没人打扰。我已经查过了，那个地方属于武道盟的闲置资产，平时没有人使用。那我们明天怎么去？走过去？叫代步灵车，侦察机我找拖车运过去。我帮你联系拖车。我认识一个做灵能运输的叔叔。好，谢谢。所有测试通过，侦察机准备就绪。明天只是试飞，不是表演。一切听我指挥，安全第一。明白。拖车联系好了吗？好了，明天早上7点，直接到工坊门口。好，那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早上7点在这里集合。你不回去？我再检查一遍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那你别搞太晚。灵能侦察机最终版评估完成，综合性能评离 A+ 数。终于完成了。明天就看你的了。啊！哇，在工坊里看还不觉得，到了外面看真的好大！眼镜少年，这玩意儿真的能飞起来？但今天风有点大，起飞可能会有些颠簸。你们站到防护网外面去，不要靠近。
你呢？我用遥控器操控，站在场边就行。侦察机是遥控的，不需要人在上面。黑眼镜少年，你做到，它飞了！快看，它真的飞起来了！耶！奇迹！我录下来了，全程录下来了。你们看，从起飞到降落，全部录下来了。灰衣眼镜少年，你真的做到了。是啊，做到了。基础性能测试完成。极限速度、续航时间、灵纹系统的稳定性。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继续。老伙计，今天表现不错，明天我们再接再厉。高度2500米，眼镜灰衣少年，你破了个人纪录了！还没完，现在测试极速，900公里每小时，离音速还差一点。差一点也是快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快的无人机。有人来了，可能是武道盟的人，你们不要乱动，听我指挥。武道盟，侦察机的性能可能触发了他们的灵能监测系统，别慌，我来处理。您好，我是这架灵能飞行器的制造者和操控者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康林，大附中的，武考榜首。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核验。我是武道盟灵监的大武师霍永善，我们的监测系统捕捉到一个不明灵能信号，高度2500米，速度零特征，没想到是一台手工制造的灵能飞行器。霍老师，我这台飞行器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吧？这要看情况。武道盟的灵能载具管控规则，任何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0公斤，或者最大速度超过200公里每小时的灵能载具，都需要在武道盟进行登记备案。你这台我看不止200公里每小时吧？最高速度900公里每小时。短发青年，去剪切一下那台飞行器的数据。我没有要为难你的意思。
你的飞行器性能已经超过了市面上90%的灵能无人机，不，甚至特种灵能载具。来源就是我，全部是我自己设计、制造、编程的，电是外协加工的，但设计图纸和灵文系统全部是我的原创。一个人。眼镜少年的飞行器暂时由武道盟扣留，你需要跟我回一趟武道盟做一些笔录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说呢？不要为难他们，他们只是来看我试飞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放心，只要他们没有参与制造和操控，就不会有事。眼镜少年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就行。好。你的技术来源是什么？自学，网上有大量的灵能机械、灵纹刻印、自动控制方面的资料，我花了大量时间学习，然后应用到实践中。你的灵纹刻印技术也是自学的？是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但你的技术水平远超你的年龄和教育背景。我需要确认你的技术来源是否合法。我的技术来源全部合法，我没有偷窃任何人的技术，也没有使用任何非法的灵能设备。我会调查的，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你的飞行器暂时由武道盟保管，你本人可以自由活动，但不能离开苍兰城。希望你能理解。载具管控规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，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。你的飞行器性能太强了，如果不加管控，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。我理解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飞行器什么时候能拿回来？调查结束后，如果一切合法，我们会原物奉还。我会亲自指导你办理灵能载具的登记备案手续。谢谢霍老师。你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所有记录都合法合规，你的技术来源没有问题。那我可以拿回我的飞行器了吗？为什么？根据规则，你需要先完成登记手续。登记需要提供完整的技术文档、设计图纸、材料清单、测试数据、灵纹系统原理图，所有资料都要备案。我可以提供，但需要时间整理。不急，你慢慢整理，整理好了随时来找我。此期间，你的飞行器由武道盟保管，我们会放在专门的灵能载具库里，不会损坏。好。但有一条我要提醒你，以后再做这种高性能灵能载具，一定要先备案，再试飞。这次是你运气好，遇到了我。如果遇到一个不讲理的，你的飞行器可能就被直接销毁了。谢谢老师提醒，我记住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那个工坊设备太旧了，精度不够，以后要做更高精度的东西，最好找专业的灵能实验室合作。那是国内顶尖的灵能飞行器研发机构，专注舰载灵能侦察机的研发。你的技术水平和他们很匹配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帮你引荐。谢谢老师，我会考虑的。爸，我回来了。黑发少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今天在城外是不是被武道盟的人带走了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侦察机性能超标，触发了他们的灵能监测系统。性能超标？超标到什么程度？最高速度900公里每小时，
最大升限2500米，900公里每小时。你那个小东西能飞这么快？那不是小东西，一盏3米，重1吨，动力输出1200千瓦。这张卡我收走了，你的零花钱从今天开始暂停，你的公房钥匙也交出来。妈，你不要叫我妈！你知不知道今天我和你爸有多担心？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办？行了，孩子知道错了。你妈不是不让你搞研究，是担心你的安全。你一个人在工坊里做的测试，没有专业设备，没有专业人员，你凭什么说充分？爸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在没有备案的情况下进行高风险试飞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卡我先收着，工坊你可以去，但有一条，不许再飞那架飞机，至少在备案完成之前不许飞。好，不要在网上乱发东西，今天的事情如果传到网上，对谁都不好。我没事，侦察机被武道盟暂时扣留了，等办完登记手续就能拿回来。老伙计，你在武道盟的仓库里好好待着，等我办完手续就接你出来。霍老师，网上的视频您看到了吗？武道盟的舆情监测部门已经介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处理的。看到了，会不会对我不利？不会，你的飞行器没有违反任何规定，只是没有提前备案而已。我们会发一个官方声明，说明情况，避免公众过度解读。好，谢谢霍老师。对了，你的技术文档整理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整理好了，随时可以提交。今天上午你来一趟武道盟，把文档交给我，我帮你办理登记备案手续。好。这些就是你那架飞机的资料。今天下午要交给武道盟办登记备案手续。这么多，都是你一个人写的？对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学会这些的？妈，有些东西可能真的需要天赋。行吧，不问了。但你答应我，以后做什么事之前，先跟我和你爸说一声。好。儿子，你现在是名人了。爸，我不想当名人。你现在走在街上，可能都有人认出你来。那我戴口罩出门。别贫了，赶紧把资料送去武道盟，早点把飞机拿回来，早点安心。好的，妈。爸，我走了。早点回来吃饭。好。这是你一个人写的？对。你知道这有多详细吗？很多专业机构的项目文档都没有你这个完整。我习惯把事情做完整，不完整的事情，我心里不踏实。
你考虑过去5研院工作吗？苍蓝灵能飞行研院，国内顶尖的灵能飞行器研发机构，他们正在做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——舰载灵能侦察机。老师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已经决定了去清武学府读书。大学4年，我不想打断。不影响，你可以一边读书，一边在研院兼职。有灵活的合作机制，可以给你发放薪酬，还可以提供实验设备和材料支持。我需要考虑一下，不急，你慢慢考虑。等你考虑好了，随时找我。好。这是你的飞行器暂存凭证，等备案手续办完，你凭这张卡来取飞行器。谢谢老师。不谢，我送你一句话：天赋是老天爷给的，但路是自己走的。你有天赋，但你能不能走远，取决于你的选择。我记住了。备案完成，飞行器取回，状态恢复完成，灵能锦囊开启完成，获得超神御械技能。飞行器的速度和性能都大大提升。超神御械，这也太强了吧！没钱了。灵能引擎优化，赏金5万元。5万，够了。你就是接单的人，你多大？18岁。你能修赛车？你哪个武科学府的？还没入学，清武学府灵文学院，让我试试。如果修不好，我不收1分钱；如果修好了，5万灵币，1分不能少。行，你试试。3号车动力不足，加速时有明显的顿挫感。喷油量异常，火花量异常，特定转速区阻截。请试一下车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灵文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参数设置错误，前面的人可能只查了硬件，没有查软件。黑西装先生，5万灵币，麻烦结一下。谢谢王总。如果另外2台车也有问题，我可以一并处理，每台2万。不修了，我给你10万。以后有活还找你。随时可以。够了。蓝衣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康林妈妈，冒昧打扰。这位是苍蓝灵能飞行研院的院士，我们想找屋里的少年聊一聊。霍老师、郑老师，请坐。你就是康林？我看过你的技术文档，很完整，很专业，不像是18岁的人写的。谢谢郑老师夸奖。我这次来是想邀请你加入苍蓝灵能飞行研院，参与舰载灵能侦察机的研发。郑老师，我已经决定了去清武学府读书。你可以一边读书，一边在研院工作。我们会给你发放薪酬，提供实验设备和材料支持。我们也可以和清武学府沟通，确保你的学分和课程不受影响。
我需要和我的父母商量一下。当然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妈，我想去。才18岁，还没上大学就去武研院工作，你行吗？门外那位老师看了我的技术文档，亲自来邀请我，这说明他认可我的能力。儿子，你想清楚了，这不是小事儿。去武研院，我可以接触到最顶尖的设备和技术。那老师说了，不影响读书，课余时间去研院工作。行，爸支持你。都决定了，我说什么也没用。去吧，去吧。但是有一条，注意安全，别把自己搞得太累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黑西装男人，我同意加入研院，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。你说。第一，薪酬怎么算？第二，伙食和住宿怎么安排？我需要考预械资格证，研院能提供练车条件吗？薪酬方面，按照研院的外聘专家标准，月薪20万零币，外加项目奖金。伙食方面，研院有专门的营养餐厅，菜品由灵能营养师设计，保证健康和能量供应，可以给你安排专家单人间，确保你的舒适。资格证的问题，研院有专门的练场和教练，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培训条件，可以在研院学车、练车。好。内容方面，主要是协助我们解决舰载灵能侦察机的技术难题。侦察机项目里有很多技术亮点，动力核心的散热设计、控制器机械方案。另外，关于涉密问题，你会签署保密协议，对工作范围接触的涉密信息进行保密。灰 T 少年，欢迎加入苍蓝灵能飞行研院。谢谢郑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看过，天赋是老天爷给的，但路是自己走的。你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走好的。谢谢霍老师。法律评估，没有陷阱，待遇优厚，值得签署。康林同学，协议你都看过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。看过了，有几个细节想确认一下。月薪20万零币是税前还是税后？税后。工作台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给你专门配一张灵能实验台，放在客厅区域。我在研院的工作时间怎么安排？我还要去青武学府上课。这个郑老师已经和青武学府沟通过了，青武学府同意你采取弹性学制，必修课必须上，选修课可以申请免修或自修。你在研院的工作时间要灵活安排。保密协议的期限是多久？保密义务是永久的，但竞业限制条款只在你在职期间和离职后2年内有效。欢迎加入苍蓝灵能飞行研院，你是研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外聘专家，希望我不会让大家失望。那位老师对你很有信心。谢谢。你就带这么点东西，到了那边冷了怎么办？衣服够不够？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，别熬夜。天冷了记得加衣服。妈，我不是去外地，苍兰城到青武城也就300公里，坐灵能飞车2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周末我可以回来。但你记住，不管你在外面多厉害，回到家你还是我儿子。有什么事儿别自己扛，跟妈说。知道了，妈。是5万零币，你拿着应急用。爸，我自己有钱。这是爸给你的，拿着。谢谢爸。别谢我，到了研院好好干，别给康家丢脸。不会的。车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妈爸，我走了。走吧走吧，别磨蹭了。
到了，眼镜少年，欢迎来到苍蓝灵能飞行研院。临时出入证只能用3天，3天内你需要签署保密协议，然后才制身份卡。好，你的办公室在3楼，专家单人间在4楼。眼镜少年今天在开会，晚一点会来见你。我先带你去签保密协议，然后安排你的住宿。好的。眼镜少年，请你仔细阅读这份保密协议。如果有任何不理解的条款，可以问我。现在，请你将私人通讯设备、手机、平板等全部交给我。在研院工作期间，你只能使用研院配发的专用通讯设备。你的手机会被统一保管，下班后你可以取回，但上班期间不得使用。研院的专用通讯设备，等下会发给你。明白。这是你的临时身份卡。食堂、图书馆、健身房等公共设施都可以使用。实验室和核心研发区域需要额外授权，这个要等郑老师来给你安排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。条件很好，比我预想的好多了。这里是核心研究区，这台设备用于数据采集，你的任务从这里开始。郑老师特别交代的，说你需要一个可以做研究的环境，算是给你的特殊待遇。替我谢谢郑老师。对了，月薪20万灵币，每月5号发，你的第1个月薪水下个月5号到账。好，先收拾一下，休息一会儿。中午12点，我来带你去食堂吃饭。下午2点。老师在实验室等你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是的，随便吃，不限量。菜品由灵能营养师设计，保证营养均衡和能量供应。你下午要去见那位老师，我先跟你说一下他的背景。那位老师是国内灵能动力领域的顶尖专家，主持过多个国家级灵能飞行器项目，但对年轻人也很包容。你只要拿出真本事，他就会认可你。谢谢刘老师提醒。你之前提交的那份技术文章，郑老师已经看过了。说思路清晰，逻辑严密，技术细节处理得当，在研院里，能让他给出这种评价的人不多。郑老师过奖了，那份薄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，我会继续改进的。这种态度，那位老师会喜欢的。
机构的待遇吗？简直比大学还好。你就是新来的那个？是，您就是老师。进来吧。这就是舰载灵能侦察机，代号御驾，已经研发了3年，目前卡在几个关键程序节点上。灵能引擎的推重比不够，无法满足舰载起降的要求。耗太高，运上时间达不到设计指标，的响应速度不够快，在高机动状下容易出现失控。老师，我能看看你们目前设计方案吗？这是御驾项目的全套技术文件，你可以看，但不能带出实验室。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大部分能看懂，有些地方需要仔细琢磨。老师，我有几个想法。说。第一，引擎推重比的问题，根源在于涡轮前温度太高，材料承受不了。降低涡轮前温度的同时，提高进气效率，推重比可以提升15%到20%。第二，灵纹系统的宁耗问题，根源在于灵纹基板的设计，传统的平面布局，灵能传输路径太长，损耗大。一体布局，将灵纹回路继承到机身结构中，传输路径可以缩短40%，能耗降低15%以上。第三，轻弱形统响应速度的问题，根源在于相法，是基于经典控制理论的，对于高机动状态下的非线性特性处理不够好。应加入御驾项目，你的第一个任务，把你说的3个想法写成详细的技术方案。我要看到。我明白。用一杆精漆，3天就够了。年轻人，有自信是好事，但别把话说得太满。我不是说大话，我是认真的。好，3天，我等着看你的方案。我会拿出最好的方案。白发院士
白发院士是御驾项目的首席科谢萧。白发院士好。就是黑发少年，灰发研究员跟我说了你3天前的那些想法。开始不信，一个18岁的孩子能提出这么深刻的技术见解。总说你有真本事，让我来听听。白发老师，我的方案已经写好了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不用看，你直接讲，我要听你说。我先讲第一个问题：引擎推重比。采用的是传统的菱纹回路布局，单层平面布局，结构简单，加工容易。缺点是气流在涡轮中的流动路径短、不均匀，导致涡轮前温度够高，限制了推重比。我的方案是将菱纹回路从单层平面布局改为多层回哈布局。可以让气流在涡轮中流动更长的距离，同时保持均匀的速度分布。涡轮前温度可以降低大规50度，推重比提升19%。加工难度很高，菱纹回路的层间对准精度需要达到微米级，现有的加工设备可能做不到。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。布局不需要一次成型，可以采用分层刻印、逐层堆叠的工艺，然后涂捐原层，再刻印第2层，以此类推。虽然工序多了，但是精度可以保障。继续。这里采用结构继承菱纹设计，分层来看蒙皮、回路和能量路件，关键在于这个集成节点的优化。使用的菱纹系统采用独立的菱纹基板，基板安装在机身结构上。我的方案是取消独立的菱纹基板，将菱纹回路直接刻印在机身上。直接在蒙皮上刻印，菱能合金的菱纹导流效率能招到要求吗？我做过实验，我之前的侦察机就是用的这种方案。比传统基板低大约5%，但因为传输路线缩短了40%。这个侦察机用的是这种方案，机身蒙皮内侧刻满了菱纹回路，外侧没有任何外挂的菱纹模块。技术能达到什么精度？线宽0.01毫米，线距0.02毫米。层间对准精度0.001毫米。这是专业级水平。你一个18岁的孩子是怎么练出来的？练得多。接触菱纹刻印，3年时间，每天至少练2个小时。第3个问题呢？响应速度。用的是经典控制理论 PID 算法，它通过比例、亲折和微分3个环节来计算控制量。这种控制逻辑在当前系统中运作良好 ，PID 算法在固定工况下表现很好，但在高机动状态下，系统参数变化激烈 ，PID 的控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自适应控制算法，这套算法可以印出飞行状态实时识别系统参数，然后自动调整控制参数，确保在各种工况下都能保持最高的控制性能。响应速度可以提升30%以上。这个年轻人，你从哪里找来的？青年技术线索的经过，黑发青年的侦察机被武道盟监特台发现，我去看了他的技术文件，我觉得他有真本事，所以我把他邀请来了。从理论上是可行的，但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。方案落地吗？不是写文档、画图纸，而是真正的做出来，试飞成功。老师，我本来就是做事的，写文档只是第一步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御驾项目的正式成员。任务：把你的引擎优化方案落地。上台架测试，
如果测试数据达标，你的方案就会被采载。好，新方案有问题，数据不稳定，我们需要检查。太冒险了。你看到他的手了吗？稳得像机器一样。这种精度的灵纹刻印，我做了10年都做不到，怪不得老神们这么看重他。老师，测试可以开始了吗？力5000牛、6000牛、7000牛。 70%、80%。喂，温度500度、550度、600度。推力提升19%，宁耗降低12%，涡轮前温度比原方案低了52度，达到或超过了预期。这就是创新，不是在小修小补上打转，而是从底层逻辑上重修问题。我们想过吗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惯性思维束缚了，觉得传统方案够用了，改进空间不大。他直接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从头开始设计，我会怎么做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引擎的制造、测试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。想法，把想法变成现实的是你们。你还有做大事的心胸，这比天赋更难得。不是过奖，是实话。康林的加入，让预价项目的进度至少提前了1年。这个参数调整后，引擎效率提升了多少？大约15%，数据很稳定，很好，记录下来，我们继续讨论。
可以申请专一了。这些想法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小的单元，然后从最基础的原理开始重新推导。答案就在那里，只是被惯性思维遮住了。灵能锦囊开启完成，获得高级灵能机械知识。阻力可降低12%。封皮是关键，但强度下降和成本上升的问题必须换材料呢。可以，但加工难度会更大。这些方案彼此冲突，那就重新评估吧。有什么想法？我都听了，每种方案都有道理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。大家都是在现有灵能翼结构的基础上做减法，试图通过减少材料来减轻重量。不做减法，做重进，不要问哪里可以去掉材料，而要问如果把灵能翼当成一个整体系统来设计，应该是什么样子。的自支撑的灵能复合材料固件，没有多余的连接件和紧固件。这种结构的强度怎么样？15%。因为载荷在整个翼面上均匀分布，而不是局中在梁和肋上，因此新结构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耐久性。加工难度呢？需要5轴联动加工中心和灵能复合材料成型设备，但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。这种结构的气动弹性特性呢？灵能翼在高速飞行中会发生弹性变形，这种整体结构会不会有颤振风险？做了初步的扇板分析，这种结构的刚度比传统结构高30%，颤振临机速度比设计最高速度高了40%，安全余量足够。你的方案需要做工程验证，给你2周时间，做一套灵能融合结构的缩比模型，上台架测试。如果数据达标，这个方案就正式纳入预价项目。
你的方案通过验证了。从今天起，灵能融合结构正式成为御驾项目的技术方案。谢谢两位老师。这个方案如果能用在御驾项目上，整机的重量可以减轻12%，航程增加15%。灵能侦察机来说，这是质的飞跃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比你的技术更让我欣赏。加入研院的第3周，他终于抽出了时间去考预械资格证。能练车，一辆银白色的灵能飞车，性能中规中矩，但于学车来说已经足够。他会是你的教官。明白。这位深蓝制服男40多岁，是预系培训中心的资深教官，教过上千名学员。真车是真车，上车吧，我先带你兜一圈，让你感受一下。深蓝教官坐在副驾驶，手里拿着一个教练用的灵能控处理，如果学员操作失误，他可以随时接管车辆。轻踩油门。黑发少年的操作行云流水，灵能飞车平稳驶出禽吠味，在练车场上稳稳绕圈。你在模拟器上练了多少个小时？大概50个小时。你的操作不像只有50个小时的。他不能说，在超神御械技能的加持下，他的实际操作水准早已超过大多数开了10年车的司机。教官开始增加难度，直角转弯。S 型弯道。车以60公里每小时冲向刹停区，没有抱死，没有偏移。你确定你以前没开过车？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学员，没有之一。教官让黑发少年直接开始练习考试科目。坡道起步，灵能感应器识别，一次通过。练了，明天直接去考吧。我能考满分吗？我把我的教官证吃了。1满分。实操考试1满分，倒车入库、侧方停车、坡道项目全部满分通过。签字时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谢谢考官。黑发少年手里拿着那张崭新的御械资格证，心中涌起一股成长感。合法的驾驶灵能载具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研院的练车场。他直接来找老师。郑老师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我想造一辆灵能超跑。你说什么？4轮，单人座或双人座，0到100公里加速控制在2秒以内，最高时速超过400公里。的引擎技术进行优化，车身采用灵能复合材料，灵纹系统集成在车身结构中。研发费用加上模具费用，大概需要3到5亿灵币。这么多钱吗？
但我有技术，我可以先做设计，再做原型车，然后找投资或者卖技术专利。你的设计图给我看看。系统已启动。换圈到车尾，灯光的蓝色与银白色的车身形成亲民的对比。这个设计你自己做的？灵能机械设计的知识体系，结合御驾项目的引擎技术。他仔细地看着3维模型的每一个细节，进气口的位置和形状亦完美，车身侧面的线条亦流畅。你的设计图非常出色，就算不做灵能飞行器，转去做灵能超跑，你一样能成为顶尖设计师。我想2个都做。行，你有这个心，我就支持你。研院的设备和材料，你可以有限度的使用。不能影响项目的进度。老师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桌前，面前摊着灵能超跑的设计图纸和御驾项目的技术文章。已将超跑的引擎设计基于御驾项目的引擎技术进行优化。灵能多扇引擎，输出功率巨大，但体积也大，不适合用在超跑上。在保留根森期序的体现下，它必须让引擎更小、更轻，同时保持足够的功率输出。它在系统指引下开始重新设计引擎的结构，将涡扇结构改成涡喷结构，以体积缩小40%，重量减轻35%。优化灵纹回路的布局，能耗降低12%，功率输出保持在原机的80%。在键盘上飞快的敲击，3维模型在屏棒上不断变化。那辆超跑的完整形象正越来越清晰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跑在全世界最顶级的赛道上。灵能引擎的优化技术是他独立研发的，职业权限完全属于他自己。专利申请的过程繁喘而漫长，但黑发少年不急，还有时间。他有一辈子的时间来实现他的梦想。